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马上又是今年的中秋了，往年都会做月饼的，那今年也会做。上周末还有做直播，大家有看吗？今年会做一个口味很特别的月饼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咸蛋黄冰淇淋的月饼。因为今年夏天很流行吃咸蛋黄口味的冰淇淋，那我试过之后觉得它很适合放在月饼里头，外面是冰皮，就吃起来有点像冰淇淋糯米糍的那种感觉。首先我们来做冰淇淋的部分，跟之前做过的黑芝麻口味冰淇淋很像。先要做一个卡士达酱，往蛋黄中加入细砂糖和香草精，用蛋抽打散，搅拌均匀。咸蛋黄碾碎，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熟咸蛋，剥开把里面的黄挖出来。小锅中倒入170毫升牛奶，75毫升鲜奶油，咸蛋黄，小火加热。到表面冒小泡，快要沸腾的状态，就关火，把它缓缓地倒入蛋黄中，一边倒一边快速地用蛋抽搅拌。接着蛋奶液再倒回锅中，用最小火继续加热。加热的时候注意要不停地搅拌，千万不要让局部过热。这种不加粉的卡士达酱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完全煮沸，你差不多煮到80度，观察质地，到这样非常浓厚的，在铲子上可以很厚的铺一层的时候就要关火了。趁热放一片芝士，让芝士融化。煮好的卡士达酱离火后倒回大碗中，稍微搅一搅散热，然后紧贴着它的表面附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去彻底冷藏。在等待的时候就可以来准备外皮的部分了。外皮的部分和之前做小黄人冰淇淋也有点类似，将糯米粉、玉米淀粉、糖、牛奶，最后再放入一些油，拌匀到这种稍微浓稠的状态，盖上保鲜膜，边上留一个小缝，放到微波炉去叮2分钟。取出来用刮刀稍微拌一拌，再盖回去，继续叮上1分半到2分钟，到面团彻底的熟。然后用保鲜膜包好，也是放到冰箱去冷藏，让它彻底冷却。现在卡士达酱冰的差不多了，继续做冰淇淋。之前还剩下225毫升的鲜奶油，用打蛋器打发到表面出现纹路，能够 hold 住的状态。彻底冰凉的卡士达酱倒入奶油中，继续搅打均匀。然后如果有冰淇淋机的话，最好用机器来做哦。混合好的这个冰淇淋液倒入机器，让它搅拌大概10分钟。我这个冰淇淋机器配2个碗，然后我给出的这个分量正好装2碗的量。刚拌好了冰淇淋还有点软，放到一个容器中，要让它继续冻得比较硬再用。接着继续来准备外皮，在锅里小火的炒一些糯米粉，到微微的发黄，这个一会儿当手粉用。刚才完全冷却的糯米粉团转移出来，表面铺一些手粉防粘，然后搓成长条，切成大概20克一份的小面团。每一份都搓圆，用擀面杖擀成圆片。注意随时的撒一些手粉防粘，糯米团会比较粘手。擀好之后放在一张保鲜膜上，然后下一个面片放上去的时候，记得要隔开保鲜膜，这样依次的擀好面片，隔保鲜膜，全部都放好，叠在一边待用。这时候冰淇淋也冻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先把它分小份，注意铺保鲜膜，然后拿冰淇淋挖勺。最好保证每一份冰淇淋差不多30克的样子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可以用手捏一捏，整成一个比较规则的球形。我给出的量也差不多，总共可以做8到10份的样子。然后继续放回冷冻库去，把它彻底冻硬，之后就可以包了。取一个面片，包入一团冰淇淋，像包包子一样，注意不要过度拉扯，
因为面片是没有延展性的。然后底部封好之后呢，会多出来一个小揪揪，可以剪掉。刚包好的糯米冰淇淋还不太能塑形，你要放回冰箱冷冻库继续让它冻一会儿。好了，现在就是月饼模具出厂的时候了。这个粉粉的模具还记得吗？去年的月饼也是用的它，这是50克的模具。然后今年换了新包装，我们店里也有上。和去年不一样的就是它模具和花片会放在一起，然后有4种花色可以选择。然后新的模具上会有一个这样粉粉的蝴蝶结，选一个你喜欢的花片，对进去，上面的卡口对好，转一下就可以固定了。到它比较硬，但是你捏一捏感觉还能塑形的时候，表面可以沾一点手粉防粘，就可以拿出来用模具压花了。压好的冰淇淋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花色。压好之后要立刻再去冷冻。融化之后，这个花纹会消失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咸蛋黄冰淇淋的冰皮月饼就做好了，是不是还挺简单的？其实冰皮月饼应该算是月饼中做法最简单的一种流派了。那现在吃一个试试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咸蛋黄的冰淇淋啊？没吃过的话，强烈建议你们试一试。它有那种咸咸甜甜的感觉，吃起来不会腻，而且有很浓郁的咸蛋黄的香味儿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味道，然后放在月饼里头也挺合适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马上就是中秋假期了，希望大家假期都能够过得开心愉快了。那喜欢我的节目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一笔头香蕉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